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猫哥。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视频会分成2个 part。第一个 part 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昨天去看的一个展览，就是 Pratik H 呢来台北的贝拉维塔开了一个小小的展览，我个人觉得相当的有趣。那我也拍了一些照片，然后跟小的影片，然后想跟大家介绍一下。那第2个 part 呢，就是其实我发现有很多小伙伴跟我有一样的困扰，就是最近疫情期间，那我们又不是属于那种超级大户，所以你要拿包其实相当的困难。但其实我觉得 Hermes 除了大的包包之外呢，还是有一些小配件或是小皮具是相当值得入手的。那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有哪些小皮具适合入手。如果你对今天的议题有兴趣，那我们就继续看下去。OK， 首先来第1个 part 呢，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。大家看到那个照片，就是今年 Pratik H 呢是来到就是贝拉维塔，就台北的贵妇百货，就是做了一个小小的展览。然后其实我觉得还蛮漂亮的，是因为贝拉维塔的中庭啊，它是一个开放式的一个空间，然后它上面的那个顶棚啊，就是会阳光洒下来。当你一走进去的时候，你就马上会看到照片中的一个很大的布帘，上面就写着Pratik H 就是来台就翻。婉转创意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。其实这不是第一次，就是 Pratik H 工坊来台湾，上一次大概是6年前。那这一次呢，台湾就又迎接他来到。其实我猜大概有2个原因啦。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台湾算是疫情控制的比较好，所以它基本上是可以办一些展览的。那另外一个原因呢，我猜台湾今年上半年的业绩应该相当的好，所以应该有非常多的大户在非皮具的部门呢贡献良多，所以就选中了台湾，就是做了一个小的展览。那大家可以看它，这一次呢，其实我觉得它有几个比较大的亮点。首先呢，就是其实它这次的展区分成2个地方。它的第一个展区其实是在贝拉维塔的中庭，就是大家看照片里面，它有一个所谓的主题墙。然后这个主题墙还蛮有趣的是，它里面就是把 Pratik H 的工坊会用到的一些工具，全部都布置在墙上，包含就是有一些漂亮的七彩的线啊、线轴，然后还有尺啦，然后包含它会用了一些材质的东西，比方说牛皮啦、丝巾啦，然后还有一些比较像其他部门的废料。在这边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部门。其实 Pratik H 算是 Hermes 里面一个非常规的部门，它就是负责回收其他部门的一些剩余的材料。那比方说皮具部会有一些受伤的皮革啦，然后或者是说用剩的一些小块的皮革，或者是丝巾部门用剩的丝巾，其实 Pratik H 就会把它回收回来，然后做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，有可能是一些小的玩具，也有可能是一个小的家饰品。那大的部分呢，它甚至会做到家具这样子的东西都会有。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有趣的部门。那这个部门其实大概在2010年成立的。其实这次我觉得它就是充分的展现 Hermes 他们很年轻然后有创意的这一面。然后当大家来到这个主题墙的时候，它其实会有非常热心的公关人员要帮你拍照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如果你在前面拍照的话，它其实拍完之后，它就是会给你一个像拍立得一样的照片，我觉得还蛮好看的，而且现场的人员都还蛮 nice 的。所以如果大家位置坐标在台北的话，可以在11月1号之前赶快去看一下，它是一个免费的展览。那它的第2个真正的展区呢，其实是在 Hermes 专柜的2楼。你们进到 Hermes 的专柜之后呢，你会先看到一个白色的回转楼梯，上到2楼之后呢，你就会先看到它有一个小小的弹珠台的设计，就是照片里面的这个弹珠台的设计。其实我觉得我进去之后，我就觉得非常有趣，因为它整个就像是一个大型的一个玩具的一个展场，它就是一个很大的装置艺术，做了一个弹珠的轨道。那我觉得非常有趣啊！我就问现场的人员，后来我才知道说，原来他的 inspiration 是因为在办这个展之前呢，其实 Hermes 有像他们的一些 VIP 客户，就看他们有没有一些就是玻璃瓶不要用的，然后或者是不要用的玻璃杯，他们就把它回收回来，然后重新的再制作成我们现在看到的弹珠台上面的弹珠。其实就这一次的那个怎么讲，就是这一次这个展览的一个核心，我觉得非常有趣。那第2个呢，在这个展览里面，你会看到非常多否放的设计，比方说你们就会先看到一个大型的轨道。那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弹珠台这个轨道这个小影片，我觉得非常的趣味，而且其实会跟过去大家想的 Hermes 不太一样。大家过去就会觉得Hermes 就是一个比较传统的，然后比较中规中矩的品牌。可是其实我觉得小 H 这个工坊啊，充分展现出它年轻有活力的这一面。然后这照片里面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蘑菇跟香菇的一个就是
家具、家饰品也蛮可爱的。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它这一次展览的亮点啊，是其实 Hermes 它把它这一次2020年在巴黎的大秀的一些元素搬到了台北的现场。你们可以看到我照的这张照片里面是有一个很有趣的长凳，这个长凳的 inspiration 啊，其实是来自于就是Hermes 是以马具起家的嘛，那其实，在2020年秀展里面，它也充分的展示，就是它以马具起家的这个元素。这次秀展里面有2个 piece， 我觉得非常有趣。第一个有趣的就是这一个，你们可以看到这个长凳。这个长凳啊，它的 inspiration 就是马术障碍赛的那个栏杆，然后它就把它做成了一个长的一个凳子，其实相当可爱。那另外一个是这个黄色的小椅子，这个黄色的小椅子，它的那个椅背其实是用马鞍做 inspiration， 所以它就是一个马鞍的一个形状，所以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元素的设计。然后另外当天我也看到一个非常可爱的灯罩，就是现在照片里面这个灯罩，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日式的一个风格，然后有带一点就亮粉色，然后跟一些花卉图案在里面。我觉得如果家里是比较日式风格，放上这个灯罩应该是还蛮搭配的。那当然，这个展的第2个亮点呢，就是现在目前你们看到的这个黑色的羊羊。这个黑山羊啊，我其实那时候远远看到的时候，我以为它只是一个大型的摆饰。等到我近看的时候，我还发现说，哦，原来它是一个吧台。我放了一张照片是它吧台的内部的照片，它就是一个折纸的一个设计，然后里面就是可以让你放一些调酒的工具或杯子啊、酒啊这些的，然后旁边打开来也可以做一个小小的吧台的使用，其实就是还蛮特别的。那第3个，我觉得这个展览最大的亮点，应该很多人去看这个展览都是为了看这一对黑熊。其实这次Pratique H 来台湾嘛，他总要找一个就是跟台湾连接度比较高的东西。那台湾的国宝就台湾黑熊，所以这次呢，他就用台湾黑熊做了一对母子熊的蓝骨头。就是大家现在看照片里面看到的这一对非常的可爱，就是一个母熊跟一个小熊。然后其实它这个母熊跟小熊有一个非常趣味的一个 idea， 就是它是熊宝宝在跟熊妈妈就是在玩捉迷藏，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，在照片里面有一个红色的隔板，把它们2个隔起来，就是小熊在跟妈妈熊就是在玩的感觉。然后这只妈妈熊其实真的很大，我拍了一下它的那个背面，就是很 giant 的一个很大的一个熊。然后这对熊呢，其实根据报道，它大概就是450万台币左右。然后这只熊其实在开放就这个展览一开始的前2天，好像就被 VIP 订走了。我觉得真的非常的消费力真的非常的强劲。那其实这次的整个展览，除了我刚刚讲了几个亮点呢，还有一些相当有趣的东西，大家可以一起跟我就是看着照片来看有哪些有趣的东西。第一个就是它现场啊，其实我刚刚有讲嘛 ，Pratique H 它会用很多其他部门用的一些剩料，包含了丝巾部门。那这边我当天就看到一个还蛮可爱的丝巾的披肩，然后这个披肩呢，它基本上是做成有点像雨衣的那个概念，它有一个小斗篷，然后还有一个小帽子，然后还做一个橘色的一个小袋子，可以收纳这个小斗篷，还相当的可爱。其实我本来还蛮想买这件的，但是因为我自己不太喜欢橘色，所以后来我就放弃了。然后接下来也有很多的吊饰啊，然后还有一些绿色的一个，就是有像砧板，就是你可以放那种热的那种垫子的东西。然后还有也用了很多丝巾做了一些吊饰，然后或者是项链啊、首饰也是有。然后其实我除了刚刚的一些小的饰品之外呢，你也看到它有一些比较童趣的一些设计，比方说当天我看到蛮多玩具的。其实有一些玩具大家可以看到台上的那个就是毽子，我觉得这个毽子真的超可爱。其实我当场其实蛮想买，虽然我不知道我买了要干嘛啦，但我觉得这个毽子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设计。然后它下面有一个就是像马戏团万花筒的一个小鼓丸的一个设计。那除了这些东西之外呢，它也有为台湾这个地区呢做了一些比较特别的东西，比方说在大家现在看到这个小摆饰，它其实是一个日本设计师设计的。然后这个其实是大家有看到它就是有台湾的黑熊啦，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动物，然后旁边是一座山嘛，这个山其实讲的是台湾的中央山脉，所以他就用了这些台湾的元素啦，跟天然的一些景观，做了一个小的就是家饰品。那除了家饰品之外呢，也有非常多的吊饰。
那包含了就是包包的吊饰啦，然后或是长靴子的吊饰，然后也可以拿来就是装饰你的圣诞树也是可以的。那当然还有蛮多的装置艺术，其实，在妈妈熊的旁边呢，后面就还有一个大型的装置艺术，就是有一些吊饰在上面。那这个就是我很想要买的那个镜子的镜罩，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，我觉得这个秀非常非常值得去，然后我觉得也非常有趣。那因为它这个时间到11月1号，所以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，其实这个真的可以去抽空看一下。那接下来呢，我想要跟大家介绍，就是 Hermes 有没有一些比较适合入门的小皮具。那我今天要介绍的小皮件呢，其实我自己都用了一段时间，那我也都觉得真心的觉得还不错用，所以我想要推荐给大家。那第一个我要介绍的是他们家的护照夹。这个护照夹应该是他们家的皮具里面应该价格是最低的，我记得好像美金大概是220块美金左右。那其实如果你在欧洲买会更便宜，欧洲买大概就是6000块上下的一个台币。其实这个比很多品牌的那个护照夹都便宜非常多，给大家看一下。那它的这个护照夹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设计，有的一些设计是这边会有一个就是痘痘这个小痘痘呢会有别的颜色，那我的是同一个色的。那有的设计呢，你会看到它护照夹会有做一些不同的 pattern。那我手上的这个是最基本款，那也是价格比较低的一个。那其实它这个护照夹非常的简单，它打开里面其实就是一个皮。那所以它就刚好就你把护照夹插进去，它就可以很好的保护你的护照夹。那我自己是觉得还蛮好用的。那跟大家比较一下别的牌子护照夹。我过去其实是用 BV 他们家护照夹。那 BV 他们家护照夹基本上是一个开放式的护照夹，它就是就像一本小书一样，你可以把你的护照夹插入，然后这边还可以插一些卡啦，或者是登机牌之类的东西。但我觉得这种护照夹天生有个缺点是，当你包包很多东西，你把它插进去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你的护照就会被折到。那我觉得Hermes 这种护照夹的好处是，你插进去之后嘛，其实因为它盖起来了，所以即便你插到你的包包里面呢，我觉得就是也不太会折到你的护照。然后另外一个是它的设计其实比较薄，你们可以看一下它跟 BV 比起来，因为 BV 它是2层的嘛，所以这个护照夹是比较薄，更不占空间。示范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 Mini Constant。如果今天我把这个护照夹插到 Mini Constant 里面，多占空间呢？它刚好就是可以放进去，而且它因为它很薄嘛，所以它其实不太占包包的空间。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还蛮推荐给大家的一个护照夹，就你的入门这样子。然后另外一个我很推荐入门是小卡夹，应该很多人看过这个卡夹。这个卡夹其实它有非常多的颜色，我买的这个是最一般的，我买的其实是一个黑色，里外都是黑色的一个卡夹。那这个卡夹它有双色的，如果大家碰到双色的话，我还蛮建议大家买双色的。照片里面我帮大家整理它今年有出的各个颜色。那其实一样这个卡夹我觉得也很适合入门的一个原因，是因为它的价格上面比刚刚护照夹再高一点点。如果今天你在欧洲买，其实大概价钱是9000块左右的台币。那如果你在美国或台湾买，大概是11000、12000上下。那给大家看一下，它打开之后其实很简单，就是两边你都可以放卡。那我自己有试过，它大概一边大概就是可以装6到7张的卡，就信用卡或者是什么悠游卡，所以加起来大概就有12张卡。然后也有蛮多人是拿来做名片夹的，我这边就放了名片。其实我自己本人是拿来做名片夹使用，然后另外呢是也有蛮多小伙伴会拿来做放零钱，就是纸钞。如果今天你是用美金的话，100块美金放进去对折，其实就会刚刚好。它就是会刚刚好这样，但如果你是台币或者日币的话，大概就要3折，就会比较厚一点。所以我会比较建议，如果你是台币的话，我就觉得不是那么好放啊，就是直接拿卡夹来说是比较好用的。那这个，因为你看它的容量非常小，我其实当时会买这个卡夹，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今年流行小包嘛，其实很多包包都不能够放太多东西。那这个卡夹因为它容量真的很小又很薄，所以如果今天你是小包的话，我还蛮建议大家入手这个东西，因为它可以代替，就可以放卡，然后可以放你的一些纸钞之类，其实很省你包包的空间。那第三个我想要推荐的是 Silk In 的丝巾系列，丝巾系列有出很多东西，包含还有丝巾的零钱包、丝巾的短夹，还有丝巾的长夹。那我帮大家整理一下丝巾零钱包今年的款式，我也放在照片里面给大家做参考。那我要介绍其实是丝巾的短夹，我会买这个丝巾短夹，其实也是因为我的包包多数都是小包，所以其实长夹对我来说就是放不进去，所以后来我就买了短夹。那这个其实是我买他们家的第一个短夹。
那给大家看一下，丝巾短夹它有非常多颜色。那以价钱来说，其实以台币大概就是2万多块，那就 depends on 你在哪里买。那我也有帮大家整理它今年在国外的一些价钱的部分，然后跟它有哪些花色。我这个包啊，其实是在日本的机场买到的。那我觉得丝巾短夹原则上不算太难买，然后但是你能不能买到你喜欢的颜色，我觉得就碰碰运气。那因为我自己喜欢蓝色跟绿色系，所以我那时候碰到这个颜色是闪电蓝，我还蛮高兴的。给大家看一下里面，他们家的短夹里面啊，其实是这样子。它有一个地方可以放零钱，然后这两边呢是2个空夹，你可以放钞票，然后这边是有3格的空间，加起来就是6格的空间，可以放你的卡啦、身份证、证件这些，我觉得也蛮好用的。那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几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。Hermes 的丝巾的短夹，它会有2个地方有它的 mark， 一个就是在小拉链的地方，另外一个就是拉链的结尾的地方也是一个小的 H。那你打开里面呢，在零钱包的位置呢，其实也是会有一个尾巴的地方，也是有一个小的 H。所以今天你要辨认真假，其实这几个地方大概就是辨认真假的地方。那我给大家示范一下，它放到mini Constant 里面会占多大的空间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其实丝巾短夹放到 Constant 里面的空间其实也都还 OK， 我可以同时放像短夹，然后护照夹，然后再加上我刚刚讲的卡包。其实康康都还可以再放东西，你还可以再放一个卫生纸啊，或者口红啦、护唇膏都可以放得下。所以其实我觉得刚刚推荐这几个皮件啊，还蛮适合大家拿来做入门的。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想要介绍的是非常有名的马儿系列，就是我这批是中马，就是 Rodeo。其实早期马其实还蛮好拿的，不过我不知道今年是不是疫情的关系啊，我觉得连小马、中马、大马都变得很难拿。那我自己很喜欢中马的这个尺寸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我拿到的这一批啊是黑色的马，它不是 All Black， 因为 All Black 就更难拿。那我这种小咖是拿不到 All Black， 所以我就是退而求其次，就拿了一个就是中的黑马。那其实我自己觉得啊，中的黑马很适合搭配在小包身上，给大家看几个。这个是 Birkin， 那你看哦，中马配在上面就会觉得这个包包很小。但我觉得就会有一种冲突的美感，我觉得还蛮好看的。然后另外一个你也可以放到康康身上，因为迷你康康很小嘛，给大家看一下。你看它如果挂在康康身上，它本人就是占据了大部分的康康，可是搭起来其实也是蛮可爱的。那所以其实我觉得，如果小伙伴今年觉得包包真的难拿得很心酸，那我觉得大家可以先看一些小的皮件啦，因为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每天会用到，我觉得这些皮件也可以给大家做个参考。那这就是今天的介绍，希望大家喜欢。